照这个势头，到了6月上旬，这些黑风说不定就能分家，另立新朝。这地方以前隐秘，现在先是赵二柱来偷狗，又是梁云刚来挑衅，已经不安全了。希望今天家门口那一出，能让那些家伙知道我不是好惹的。小狗仔长得快，以后有枪傍身，可以进老邢子深处弄些大祸了。血灵芝换来了1万块巨款，皮毛制衣厂也快步入盛位了，这日子总算是有了奔头了。老伙计，该给你升级一下了。好。这威力强了数倍不止，别说打灰狗子、野兔，就算是獐子、狍子，只要打中要害也问题不大了。虎子来啦！哈哈，陈云拿去用。呵呵，谢了虎子，我明天去下几个夹子，看能不能把那几只水狗子抓回来。猎狗不仅能帮着找猎物，还能预警毒蛇猛兽，危急关头能舍身护主，争取生机。猎人和猎狗真是生死相依。二黑完美继承了大黑的嗅觉天赋，有着抬头香的能力，是做头狗的好前置。小黑、三黑骨架粗壮，将来是冲锋陷阵的好手。看这反应，前方应该不是大型猛兽，更像是野兔、野鸡之类的小猎物。老话讲，黄仙轻易不能招惹，就算逮到了，也只够换点米面。再看那大皮雕，个头不大，估计是个半大崽子，一身皮毛，油光水滑，逮住这一只能换不少钱。30-40米远，中间还有树挡着，弹孔准头不够，用猎枪打，完全是糟蹋大皮雕这身好皮毛。大黑，大黑！大黑得手了，把那狡猾的大皮雕撵上树圈住了。这大皮雕放臭屁的味儿，威力也太猛了！我的老天爷，这玩意儿也太臭了！以后再遇到大皮雕，可不能再让大黑这么硬追了，太累狗也太受罪，还是得用夹子诱捕，省时省力。看来这家伙没挪窝，还在这里活动。老猎人说过，水鬼子皮毛品相好，山里人遇上了也算一笔进项。他们常走固定路线，白天在水里，晚上会旱地巢穴。这是今早刚留的新鲜爪痕，直接在老巢附近下夹子，把握更大。现在就等傍晚过来看结果了。希望这只水狗子今天能准时回家。
快正午了，先回地凳子把黄皮子和这3只灰狗子处理好，免得时间久影响皮毛质量。傍晚再来看夹子。看不见影子，没动静，也没有反光的眼睛，但大黑既然发出信号，里面绝对藏着东西。大黑，怒！既然我发现不了目标，不如让大黑这个专家先上，把猎物惊出来再说。这种地方枝条横生，缝隙了狭窄，根本发挥不了大黑的速度，搞不好还会被划伤。快出来！不管是野兔还是这马，我统统都要。大黑不会无的当射，怎么没惊出猎物？跑半天也一无所获，里面到底有什么？原来是这样，藏的可真够深的。这是水耗子的洞穴，这玩意儿皮毛不错，要是雄性，还可能有珍贵香囊。大黑安静下来，是闻出他现在不在家。这洞上水浅，那家伙多半已经从其他出口潜进水里逃了。他总得换水，只要沉住气，总能等到动静。熟悉水性，学会游泳，是山林生存必须掌握的技能，就当给他们上一课。这只雄性水耗子得有2斤重，说不定能收获香囊。好样的，大黑！这皮毛保存的完完整整，一点没坏。回地叶子就给你加餐，奖励你1大块肉。这可是好东西，现在没人识货，留着将来必定有大用。雪梅今天去县城卖草药，那个姓廖的太贪了，指不定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为难雪梅。村里外村的皮子积攒了不少，得尽快送制衣厂。厂子刚起步，得物色个可靠能干的人去盯生产。光靠我2头跑不过来，千头万绪，这才刚起步啊！也不知道晚上那水柱子会不会乖乖回巢，夹子上会不会有惊喜。大黑，不许动！老妹儿，别慌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出啥事儿了？大哥，求你救救我妈吧，救救我妈！别急，慢慢说，到底咋了？你妈在哪儿？我和我妈进山采野菜，在野狼沟那边碰到了一头好大的野猪，那野猪看见我们就跟疯了一样，低着头朝我们冲过来。我妈为了让我先跑，她把野猪引到她那边去了。我看见她被野猪给撅了一下，顺着山坡滚到山沟里面去了。那野猪也跟着冲下去了。大哥，求求你，快去救救我妈吧！在山里遭遇孤猪或待宰母野猪极其危险，每年都有人伤在獠牙下，绝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别急，我这就去。去！大黑，我们走。在野狼沟具体哪个位置？那野猪有多大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就在野狼沟往里走，靠近那片白桦林的山坡下面。那野猪好大，黑乎乎的，怕是有400斤左右。顺着后面这道山脊一直往里面走就到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就别跟着了，
从这里往东，离红星屯最近。你赶紧下山去找屯里的持脚医生，让他带上药箱，准备好，快去！400斤的炮胆子，獠牙一挑就能给人开膛破肚。他妈被决中滚落山沟，就算没死也必然重伤，必须有医生接应。山核桃树多，难怪野猪爱来这片天然食堂。400斤的老炮云子，连钢丝绳套都能挣断。若是以前只有弹弓和斧头，我宁愿惹狼群，也绝不敢碰发狂的炮云子。但现在不同了，这杆枪就是老子最大的底气。幸亏把那3条狗仔锁在地窖里了，要是跟来被獠牙挑中，我哭都来不及。有大黑在身边牵制和预警就足够了。救人如救火，但绝不能乱了气血节奏。面对一头400斤的大野猪，一旦上气不接下气，力气不济，就是去送死。竟然还活着！被这么大的野猪撅中滚落山沟，野猪还紧追不舍，1个多小时了，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野猪喜欢蹭老松树，松枝加上打滚沾上的沙土粪石，身上早结成一层硬壳，能猎禽根本疼。那小姑娘估错了，这头家伙最少有500斤，他这是要不死不休的把树根刨断，让大树倒下来。救命啊！救命！那棵树长在陡坡夹缝里，野猪一时够不着人，只能刨根，这才给他拖出一条命。视野开阔，侧后有退路，这是最好的位置了。但是脑袋全被挡住了，想趁他抬头的一瞬间击中要害，难度太高了，机会转瞬即逝，不确定性极大。再拖下去，树上的女人撑不住了，必须先重创她，把她从树根前逼开。就是现在！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慌，手稳，心更要稳。真要2千解决不了，就立刻上树居高临下磨死。退路早算好，况且我还有大黑。大黑的表现没有让我失望。机会来了。这种野生动物临死前的反扑最可怕。大黑这种与生俱来的猎杀意识是对的，只有死了的猎物才是最安全的猎物。短短几分钟的生死对决，没有你，我真不敢用这么大胆的法子。500斤的炮鱼子冲过来，如果不是拿着单发老式火枪的老猎人，面临的那种绝望可想而知。山里讨生活，靠山吃山，可最怕贪心。今天若不是为了救你，我绝不会主动招惹这种大家伙。大嫂，没事了，那头发房的野猪已经被打死了，你安全了，可以下来了。伤这么重，还能爬上2米多高的树，从陡坡滚下来，还能在猪嘴下逃命，运气真好。从野猪嘴里逃出来，可不能再摔出事。你没事吧？你就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会儿，别乱动，我去处理一下那头野猪。这个伤口位置，你自己简单包扎处理一下吧。谢谢大兄弟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是你家女儿找到我的。
在这大山里讨生活不容易，谁都有可能遇到难处。既然碰上了，又有能力帮一把，肯定不能见死不救。大黑，过来。今天你立了大功，这是奖励你的。这还有300多斤好肉，带不走真是暴殄天物。这么浓的血腥味，一晚上就会被狼和熊分食干净。大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能不能走？可以走的。你这伤不能硬撑，先走一小段，等人接应。拄着这个能省点力。大姐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秀水屯的。秀水屯，那不是有几个赶山老手吗？对了，听说那儿有个从护城下放的会计，叫冯兴昌，为了老婆孩子，连回清通出书都撕了。我那制衣厂正缺个可靠的会计。大姐，那你认识一个名叫冯兴昌的人吗？认识。你问他干什么？我挺佩服这个人的，为了老婆孩子放弃回城，宁愿留在山沟里，这是个真汉子，比那些一有机会就抛家舍业的人强太多了。大黑这反应来的应该不是野兽，是人，但这荒山野岭，有时候人比猛兽更可怕。是红星屯护卫队长张庆恒的声音，应该是帮忙来找你的人。没事了。陈云哥，虎子，你也来了。陈云，他真的被你给救下来了。听那小姑娘说，她娘被野猪撅下山沟，我还以为这次进山就是来收尸的。算是去得及时吧，也多亏了张姐自己命大福大，运气好，这才侥幸捡回一条命。多亏了大黑牵制，我才找准机会把那头炮肚子放倒。哇，真的是啊！这种枪才是真正顺手的家伙。刚才要是手里握的是它，对付炮丸子能轻松得多。双管枪威力再大，灵活性上还是差了不少意思。你去那边砍棵小树，再弄些结实的藤条过来，赶紧绑个简易担架。好嘞，队长。我的老天，陈云哥这性子真够沉稳的，离得这么近就敢直面冲锋的炮肚子，还能稳住心神开枪。这要是换成我，估计手都抖得端不住枪了。这个人真不简单。是啊，恐怕也就以前的老猎户李炮头有这胆量。别听陈云说的轻描淡写，这里面的胆气真了不了。那当然，陈云哥就是厉害。我看现在屯里也就张队长您父亲能胜过陈云哥了吧？行了行了，甭废话了，这头炮犊子是伤人祸害，陈云是救人除险，大家动手归动手，以后谁也别为了点肉冒险往深山里闯。求求老天爷，保佑我妈平安回来。是大黑，他们回来了。妈，不要。妈坐起来了，她还活着。你没事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丫头，我的傻丫头，别哭了，妈没事，妈没事了。妈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爷俩了。妈，你伤到哪里了？严不严重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事，丫头妈没事，就是腿上受了点伤，不碍事的。丫头，你快去替妈妈好好谢谢陈云叔叔。今天要不是他及时赶过来，冒险击杀了那头炮饺子，你妈我今天就真的没了。快起来，孩子，别这样，
是你妈妈自己命大福大，这才能逢凶化吉。她现在伤得不轻，当务之事赶紧让赵医生给她治疗，这才是正事。赵叔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又麻烦您大晚上的往我这山旮旯里跑一趟。你小子说的这叫什么话？再这么跟我客气，那就真见外了。乡里乡军的，谁还没个需要搭把手的时候？救人要紧。陈云，得借用一下这里的地恩子给他治疗。这伤口的位置在外面不太方便，你也懂的。而且这里离秀水屯还远着，没法往回抬了。没问题，赵叔，就在地恩子里治，需要什么您尽管说。我只能先清操止血，临时缝合。今晚稳住情况，天一亮必须送卫生院复查，破伤风针也不能省。明白。虎子，你过来的时候跟你嫂子说了一声吗？说了，陈云哥，你放心，我跟嫂子说了你进野狼沟救人的事儿，嫂子很担心你，让我一定转告你要小心。知道了，谢谢你了，兄弟。赵叔，热水准备好了，您看还需要准备些什么吗？好小子，你这大老爷们儿心比女人家还要细，有这热水就好办多了。这伤口我得先用热水和盐水仔细清洗，弄出脏东西才能缝针，最后还得挂消炎药水。我妻子她在哪里？她是活着还是？冯会计，你放心，走了天运，你媳妇儿命大，受的伤不重，人就在陈云这地特子里面。我们屯的赵柱国医生正在里面给她清洗伤口，准备缝合呢。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。爸，你咋才来呀？吓死我了！我回家晚了些，一到家就听来报信的红星屯兄弟说你们娘俩进山出了事，我魂都快吓没了，马不停蹄的就赶了过来。你是他男人，来得正好。我这边只能先做临时处理，等下缝针的时候肯定会很疼，你帮忙在旁边按着点你媳妇，别让她因为疼痛乱动，影响我下针。燕燕，别怕，我在这儿。没有正经麻药生缝，硬是没喊叫出声，真是个刚强无比的女人。今天辛苦大家了，这天都黑了，想必大家都饿了。这里好歹算是我的地盘，今天就让我给大家露一手，尽一下地主之风，管大家一顿饭，怎么样？那可请好，陈云，我们今天可就沾你的光，准备大吃你一顿了。早就听说你手艺不错。没错，陈云哥，咱们红星屯有了你，感觉日子都有奔头了。别的不说，至少现在靠着卖山货皮毛，家家都能见着点油星，没人再饿肚子了。是啊，陈云哥仗义。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咱们不说那些虚的。总之，今天在这里吃饭，米饭可能不多，但我保证，这现杀的野猪肉管够。咱们在场的都是爷们儿，摊开了吃，吃个痛快，咋样？好，爷们儿几个，今天可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必须的。谢谢陈云哥。陈云哥给大家指了高价卖山货的活路，帮李石头家打熊箱子，出钱给小花看病。今天又冒险从野猪嘴里救下张艳艳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谢谢大兄弟，谢谢你救了我媳妇儿的命。都说大恩不言谢，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我就不多说那些虚的了。这份天大的恩情，我冯兴中记在心里了。我是个实在人，不会说漂亮话，以后你就看我怎么对你。冯老哥，你太客气了，救人这事儿换了谁在场都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咱们山里人谁还没个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互相搭把手是应该的，你别太放在心上。来，坐这儿烤烤火。小玲，先吃点东西垫肚子。今天跑了那么多路，又担惊受怕的，你也累坏了。谢谢哥。不够吃，外面还有，尽管拿。哦，多练练撕咬，记住这炮肚子的气味，以后真遇到危险，也知道怎么配合，怎么躲，才不至于白白送命。陈云兄弟，
今天这恩情，我冯兴昌记一辈子。冯老哥，先别说这些，嫂子的伤要紧，路上慢点，别颠着。陈兄弟，等我好了，一定亲自登门道谢。张姐，好好养伤就行，别惦记这些。得去看看水狗子洞穴旁边的木板夹子，要是夹到了东西，不赶紧去，明早不是跑了，就是被别的野兽啃光了。大黑，今晚你走前头，别离我太远。你们仨吃的肚子滚圆，还非要跟着凑热闹？行吧，就当是饭后遛狗，带你们消食。水狗子浑身是宝，虽然累，这趟必须跑。2个夹子离地崖子不远，路线熟，大黑也在，快去快回。夜里的林子不能逞强，耳朵鼻子都得用上。大黑，有动静就提醒我，别硬冲。这深山的夜晚，潜藏的危险真比白天要命得多。有戏，看来这趟没白跑。别急，先看清楚，夜里最怕踩空掉水里。大黑，慢点出进，别惊得他乱挣，把皮毛扯坏了。停下！大黑，退后！这东西牙尖嘴利，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要是让大黑扑上去撕咬，这水狗子一身皮毛可就毁了，必须得保完整。被夹住了还这么凶，难怪老猎人都说水狗子不好对付。别乱动，给你个痛快，也省得糟蹋这身皮子。山梨子，竟然还有意外收获。铜钱般清楚，毛也没伤，这皮子品相不错。李虎这匹老卡子虽然旧，用好了照样顶事儿。走了，大黑，今晚收获够了，不能在林子里贪黑。当家的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了。这么晚才回来，饿了吧？灶上还温着饭，我这就给你端去。不饿，晚上跟张队长他们一起烤了不少野猪肉，吃得饱饱的。今天情况特殊，救了人，又去看了家子，所以回来晚了。下次我尽量早点回来，不让你这么担心。给我打盆洗脸水就行。夜深了，你赶紧先去睡吧。你这一身土一身腥味儿，肯定又在山里折腾狠了。还行，就是碰上点急事儿，帮人从野猪嘴下捡回一条命。野猪，你咋不早说？有没有伤着？我没事，大黑也没事，就是累了点儿。当家的，起来啦，赶紧洗漱吃早饭吧。锅里猪油刚熬出来，你多吃点，补补力气。还是家里的饭香，昨晚在山里吃再多肉，也不如你做的这一口踏实。媳妇儿，昨天你去宜春卖草药还顺利吗？那个姓廖的没再出什么幺蛾子吧？那个廖乔栓真不是个东西，他非要压价，说咱们的草药品质不行，硬是要比说好的价钱少给10块钱。我没答应他，直接把草药又背回来了。狗日的廖乔栓，合同陷阱没坑到，现在又在现货上玩压价，10块钱购买100个鸡蛋了。你做的对，这种人贪得无厌，你一步都不能退让。你这次要是让他得了逞，尝到了甜头，下次他就会变本加厉，更加没有底线，觉得咱们好欺负。这草药咱不卖给他了，我再想别的路子出手，绝不能惯着他这臭毛病。
我听当家的，咱家辛辛苦苦收来的好东西，不能让他这么欺负人，宁可烂在家里，也不受他这个气。山梨子肉卖不上价，晚上炖了改善伙食。多吃点儿，把水狗子的气味刻在骨子里，以后进山寻猎物就指望你们了。好东西，这老炮胆子吃了那么多毒蛇草药，这极品野猪肚卖给李峰，起码能出10几块钱。3张灰狗子皮，1张青根貂皮，1张黄皮子皮，1张水狗子加一副肝，还有山栗子皮。找对渠道，这些加起来绝不低于300块钱。陈云哥，我们听说你在冰室那边是不是开了一家制衣厂啊？承包制衣厂的事我一直瞒得很紧，他们从哪儿听来的？是的，我是承包了一个制衣厂，不过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陈云哥，是厂子里一个叫方祝同的人把电话打到屯支部了。他在电话里说，有人到厂子里找麻烦，情况好像挺急的，让你有时间赶紧过去一趟。我这才离开没几天，就有人按耐不住盯上我的制衣厂找茬了。这冰室必须得立刻去一趟。哟，这不是方大厂长吗？忙着呢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就是来提醒提醒方厂长，做人嘛，还是要识时务比较好。你说你守着这么个要死不活的破厂子，有什么前途？听说新来的那个老板是个外地佬，哼，他懂个屁！识相的，就劝劝你们那个外地老板，乖乖把这制衣厂转让给我们单老板。价钱嘛，好商量，肯定不会让你们吃亏。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嘿嘿，以后这厂子里出点啥意外，比如走个水啊，设备再坏几台啊，或者方厂长您走路不小心摔着碰着，那可就不好说了，对吧？你们这是无法无天！这厂子是我们老板真金白银承包下来的，凭什么转让给你们？哼，你们这是强取豪夺！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，什么叫强取豪夺？我们这是帮你们解脱，这破厂子就是个无底洞，谁接手谁倒霉。我们单老板这是发善心，帮你们接盘呢。完了，我听说新老板是个外乡人，估计是不懂这里的深浅，被人给盯上了。这下投的钱怕是要打水漂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厂子以前就不太平，看来是挡了别人的财路了。那个叫陈云的老板，这次怕是要栽跟头了。唉，估计这厂子又要黄了。陈云哥，这冰室真是个好地方啊，看起来人人手里面都有闲钱，穿的也光鲜，哪有咱们红星屯那种经常吃不饱饭的样子。冰室是省城，工业基础好，机会多，工人有工资拿，自然显得富裕些。咱们红星轮偏处山区，除了守着那点土地，没有其他像样的谋生方法，自然就穷一些。陈云哥在城里有这么大一个制衣厂，我的腰不能长时间弯曲，干不了农活了，能不能也留下来，在城里找点事做？哈哈，陈云同志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快请坐，请坐。蒋厂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单老板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我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有人上门找麻烦？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。陈云同志，这件事说起来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原本以为那个单顺伯经过上次的警告已经死心了，谁知道他还不肯罢休。其实以前制衣厂一切都还是能维持的，虽然效药不高，但也不至于倒闭。后来就是这个单老板找上门，想要低价承包制衣厂，他给出的条件非常苛刻，简直就像是想白捡一样。我们厂里当然不能同意，结果他就怀恨在心，暗中买通了厂里当时的一个维修工，故意在关键设备上动了手脚，制造故障，导致生产频频出问题，计划无法按时交付，信誉和效益都一落千丈。我们发现后，立刻就把那个被收买的维修工给开除了。可这个单老板见我还是不答应把厂子包给他，就开始各种阴魂不散的纠缠，耍手段，想逼我就范。没想到他现在又把目标对上了你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空手套白狼，霸占这块地方和这些设备。这个单老板明显是个地头蛇，手段卑劣。
我一个外乡人在这里根基浅，硬斗会牵扯大量精力，甚至威胁人身安全。制衣厂还没开工就惹大麻烦，不是好兆头。蒋厂长，这样吧，我决定不承包这个制衣厂了，请你把我之前投入的保证金以及前期投入的钱，总共7000元，退还给我。这个烂摊子，你们自己处理吧。陈云同志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地道，给你带来了麻烦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作为补偿，你原来承包制衣厂，我们重新签合同，每年你只需要象征性的给纺织厂2000元承包费就行。每年2000的承包费，前期投入的7000元直接抵扣4年，原材料成本价供应，并且不干涉管理，这些条件确实极具诚意。如果因为一个地痞骚扰就放弃，未免因地肥实。好，蒋厂长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庆云同志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们纺织厂一定全力支持你。那个单顺伯要是再敢耍花样，我绝不会再客气。陈厂长，您可算来了。那些人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走吧，忙活半天都饿了，我请客，咱们找个地方边吃边聊，也给你们压压惊。是啊。图纸打样和原材料的进度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。哟呵，这是不是咱们敬爱的方大厂长嘛？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，巧到家了。方厂长，这饭吃完了，脑子也该清醒了吧？我们单老板让停产转让的事情，你老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给个痛快话呗。方副厂长，你别怕，有我们在呢，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哼，方厂长，你从哪个犄角旮旯找来的这几个愣头青当跟班？就这身板细胳膊细腿的，一看就经不住揍啊！怕是老子一棍子下去就得哭爹喊娘。哼，我就是制衣厂的老板陈云，怎么想要我的厂子？废话少说，你们一起上。妈的，原来你就是那个不知死活的外乡佬！谁他妈给你的胆子，敢在爷爷面前大放厥词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，往死里揍！你们敢打陈云哥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好兄弟，没白疼你们。小兔崽子，你找死！就你们这些烂货，还是省点力气吧。走吧，拦路的狗已经解决了。石头，下次别这么傻乎乎的硬冲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等他们落单的时候，再一个个好好收拾也不迟。陈云哥，我知道了，还是陈云哥你厉害，太解气了。陈云哥，你这身手也太牛了，比电影里的陈真还要厉害。有时间你能教教我吗？太帅了。行，有空教你们几招实用的。不过主要还是这些人太菜了，没什么真本事，全靠一股狠劲儿，再来10个8个也不够我打的。有这样一位有胆识、有能力的老板，制衣厂真的能办起来。陈厂长，没想到你连这都会修。方副厂长，这对我陈哥来说都是小意思，他会的可多了，在山里面各种厉害的陷阱他都会设计布置，深山里的炮秧子、熊瞎子他都亲手猎杀过。解决刚才那几个小瘪三，对陈允哥来说简直是手到擒来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就是有我们陈允哥在，谁也不敢扎刺儿。别高兴得太早了，那个单老板接连吃了2次亏，折了面子，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没准等会儿或者明天就会来一个更狠的，或者玩更阴的招数。陈厂长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总不能天天防着他们吧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们敢来，我们就敢接。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姓陈的乡巴佬，给老子滚出来听好了！
最后给你半小时考虑，乖乖在转让合同上签字，把制衣厂交出来，要不然老子就带人冲进去，把你那些破机器一台全砸成废铁，然后再一把火把这破厂子烧个精光，让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，到时候我看你哭都哭不出来。陈厂长，他们这次来真的了，人比下午多了1倍，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？报警？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再说了，厂里面连电话都没有，怎么报警？姓陈的乡巴佬，滚出来听好了！最后给你半小时考虑，乖乖签转让合同，把厂子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就让这厂子开不了工。陈厂长，他们这次人更多，要不我们还是吧？当然要报，但他们已经堵到门口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虎子，你从后门绕出去，去最近的派报案，别硬冲，注意安全。明白。石头，按我说的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围墙缺口都堵了，门后加了木杠，容易翻墙的地方挂了铃铛和铁皮片，一碰就响。好，我们先守住场子，等安全员来。有响儿，被发现了！姓陈的，有本事出来真刀真枪的干！怎么，偷偷翻墙也算真刀真枪？回去告诉单顺伯，制衣厂是我陈云真金白银承包下来的，合同白纸黑字，合理合法。他要是不服，可以走正当渠道。再敢派人来威胁打砸闹事，我就把证据交给安全所，到时候谁也别想轻轻松松脱身。不好，可能真报官了！陈厂长，他们会善罢甘休吗？至少这几天会消停。单顺伯不是傻子，他会重新掂量掂量。陈厂长，会不会是单顺伯？正好，我也想会会他。李虎，开门。方厂长，好久不见啊！单老板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这制衣厂黄了那么久，还能找到花钱承包的老板，真让人意外。小伙子，听口音是外地来的吧？想在冰室这地界上站稳脚跟，可不是有一纸合同就够的。单老板言重了，我就是做小本生意，承包个厂子，老老实实生产，赚点辛苦钱养家糊口。不过自从我接手制衣厂，3天2头就有地痞流氓来闹事，不是威胁副厂长，就是想砸机器，真是烦不胜烦。如果这些人就是单老板口中所谓的水参，那我还真没什么好担心。我陈云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谁敢违法乱来，我就让他付出该付的代价。说话客气。这人手上力气太大了。单老板，管好你的人，这里是厂区，不是你撒野的地。小子，年少轻狂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未必是好事。单老板的教诲我记下了。说了半天，还不知道你今天到底有什么指教。蒋厂长，我带着十足诚意来承包制衣厂，你为什么把厂子包给这么一个外乡人？单老板，您要是第一次来谈就拿出今天这诚意，也许还有的商量。可您之前给的条件，简直像要把的资产白白拿走。陈云同志是经过正规程序签订合同，钱款结清。我也向局里汇报过，这承包人就是陈云同志，绝不可能随意更改。哼，好，很好，我倒要看看这个烂摊子你们怎么盘活。冰室的服装批发市场和各大百货公司的采购，都是要看人脉、讲关系的。没有销售渠道，你就算生产出好东西，也只能堆在仓库里发霉。哦，单老板，制衣厂未来是赔是赚，不劳您费心，请吧，恕不远送。陈厂长，单顺伯刚才的话不是虚张声势，他在冰室服装行业经营多年，很多采购负责人都卖他面子。拼好是底气，但不能只等别人赏饭吃。冰室卖不出去就去外地，百货商司不收就走供销社、集市，渠道是人打出来的。陈云哥，刚才单顺伯那脸色真像吃了苍蝇，对付这种欺软怕硬的人就不能给他留面子。冷静地说，单顺伯接下来多半会先打听我们的底细，这需要时间。这段时间就是黄金抄讽期，
必须尽快做出第一批样衣和第一批货。陈厂长，这个没问题，我这就联系老师傅和熟练工，只要原材料到位，样品很快能出来。石头，你暂时留在厂里，帮忙看厂房、跑腿记事，记住，遇事别硬拼。陈云哥，我记住了。你怎么在我家？陈云兄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一早就来了，等了你大半天。当家的，他说有急事。上次草药那事儿是误会，我已经批评下面的人了。这次你们家的药材，我按之前说好的价格，一分不少全收了，钱也结给你媳妇儿了。这廖世圈前后态度转变也太大了。还有啊，我们供销社现在急需一批野兔皮手套，要得急，数量不少，价格我给你开到5块钱一双。5块钱一双野兔皮手套，这个价格高的离谱。当真？白纸黑字，签合同。原来想高价收野兔毛手套的，竟然是单顺伯。陈云兄弟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5块钱一双，天上掉馅饼。不间断供应，数量甲方定，无法按时涨量完成10倍赔偿，好狠的条款！这是无限责任的卖身契。廖元叔，这合同是专门拿来趁我不在忽悠我媳妇签字的吧？陈云兄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好心介绍生意，这上面写着，乙方不间断供应，数量还由甲方定，天底下哪有这样做买卖的？难怪你刚才一个劲儿催我签字，原来安的是这种心。我就是个中间人，没仔细看条款。哼，你别装糊涂，回去转告单老板，想要手套可以。哼，供货数量按我们实际列货量和制作进度来定，无法保证不间断供应，价格就按5块钱一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这我怎么同收老板交代啊？那就算了，我们高攀不起。别，那我去说道，只要是不都用，可是跑不揍你们。第一批货5天内至少100双，你看行不行？好，5天后送货到供销社。廖一烧竟然没回去请示就答应了，太反常。单顺伯对这批手套志在必得，背后肯定还有图谋。叔，你提醒我小心廖玉公，他果然不是好东西。没有你同意，我才不会签任何合同。媳妇儿，这几天我不在家，里里外外辛苦你了。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，你把事情顺顺利利办好，我再累也心甘情愿。这100双手套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你看看屯里哪些女同志手艺好，愿意接活，把材料分下去，工钱按件算，绝不亏待大家。这事儿交给我，肯定按时保质保量完成。你们应该知道，我在省城承包了一家厂办制衣厂，就是白狐制衣厂，这个就是白狐制衣厂的商标。当家的，那这些手套还卖给廖世琼吗？是不是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制衣厂去？没那么简单，制衣厂在省城被单顺伯盯上了，就算送到厂里，也可能被他打压。所以我们反过来，借着廖志源这条线，先把带着白狐商标的野兔毛手套卖到冰市市面上，等东西有了名气，招牌自然就打响了。姐夫，这样会不会不地道？我们不掺假，不短斤找量，货是真货，质量也过硬。白狐制衣厂组织生产，打白狐的标，本来就名正言顺，合同里没写不许带标。他想坑我，我就堂堂正正把货卖给他。只要咱们货真价实，不骗人，就不怕他挑理。跟这种想坑人的人，咱不能傻乎乎吃亏。规矩咱们守，质量咱们保，但别人想用歪门邪道坑咱们，咱也得学会用正当办法反击。陈云哥，你看。虎子，你这枪哪来的？这可不便宜。我上次进老林子，运气好挖到一颗老山参，拿到县里卖了200块，就买了这杆2手金鹿猎枪。以后我就能跟你一起进山打猎了。枪不是玩具，以后进山第1条规矩，枪口永远不能对人。第2条，没把握绝不开枪。第3条，心浮气躁，不能拿枪。陈云哥，我记住了。
陈云兄弟，老哥，你这是？陈云兄弟，我专门来谢谢你，也赔不是。你救了我媳妇儿，我们一家感激不尽。那天你地村子的床铺和外套都被弄脏了，我们心里过意不去。这件外套你看看合不合适？老哥，这多大点事儿啊，救人要紧，哪还能计较这些？这是你嫂子专门交代的。还有，她说你在省里有制衣厂需要会计，我们一家愿意去。等他伤好了，我就过去入职。制衣厂现在最缺可靠的内当家管财务，冯兴昌人品正直，又是专业会计，他的加入太关键了。太好了，老哥，欢迎，有你来帮我，我心里可就踏实多了。陈厂长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，晒干的蘑菇，还有点山核桃和松子，不值钱，你别嫌弃。老哥和嫂子的心意我收下了，都是好东西。老哥，等等，陈厂长，这可使不得，这是给嫂子补身子的，她流了那么多血，得吃点好的，伤口才能好得快。以后在制衣厂，我一定竭尽全力让陈厂长看好这个家。走吧，虎子，去草单子练练规矩和手感。就这儿吧。陈云哥，光瞄准不开枪，能练出啥名堂？打猎先练心，山里的野物不会傻站着等你，真遇到危险，慌了比枪不准更要面。稳心稳手，懂规矩，才是猎人第一课。准头重要，敬畏更重要。进山最怕逞能，看不清不打，没把握不打，宁可空手回家，也不能拿自己和别人的命冒险。老爷说过，好猎手不是子弹喂出来的，是心思磨出来的。每双手套都要检查，针脚要密，皮毛要顺，商标位置也要统一。放心，当家的，屯里几个手巧的嫂子都接了活，工钱按件算，大家干劲足得很。姐夫，这个白狐标绣上去还真挺像样，质量就是咱们的底气。单顺伯想用合同坑我，我就用真货好货，让他的算盘打到自己头上。他要是发现这些手套带着白狐的标，会不报复？他本来就不会放过我，与其等他出招，不如主动给白狐找条路。记住，咱们不是骗人，货是真的，标也是真的，质量更不能差。陈云哥，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妈也给我塞了馒头，还热乎着呢。婶子这手艺真没得说。家子下在偏僻受涝，别靠人走的路。山里讨生活也得有分寸，不能伤着无辜的人。记住了。就这儿了。黑风危险，没经验千万别靠近，你站远点，看着就行。吃点苦头，长点记性，省得以后往风筒边嬉闹。差不多了，让烟再晕一会儿，咱们去周边溜达溜达。我的老天爷！陈云哥，你这手弹钩太厉害了，能教我吗？这个真没法特意教，无他为手熟。你想学，回去自己去做个弹松，从打击物开始多练。停下，这一块咱们别过去。陈云哥，这痕迹很新鲜，难道有人在里面赶账？没错，这就是告诉后来者，这片猎场已经有人了。野花插在剥开树皮里面，说明里面的人正在行动，是把猎物从林子里往外赶，这叫赶账。李虎，看到这种标记，千万不能往里闯。我懂，我姥爷以前也说，看到花签要绕道。有些老猎手的陷阱极其隐蔽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，乱闯进去，轻则受伤，重则丢命。失去远离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同行尊重。陈云哥，我记住了。也不知道是谁在这里赶账，
看这手法是个老炮手。是秀水屯的张安国，张炮，他最喜欢用丁香花做标记，这附近就他独一份。张炮打猎是真厉害，看看脚印粪便就知道山里有什么猎物。听说他年轻那会儿还独自放过一头老虎呢。张安国，前世教我打猎的师傅提过他，这人擅长打猎，尤其在打鹿方面有独到手法。5月正是春猎打红鬼的时候。我以前还想找张炮白师学打猎呢，他让我3天内独自抓一只活飞龙给他，结果我在山里转了整整3天，连根飞龙毛都没找到。飞龙也没那么难找，主要是你那时不了解野物在哪儿活动，爱吃什么，像没头苍蝇乱转，当然难找到。难怪了，我那时天不亮进山，天黑才回家，鞋都快磨破了。后来被我妈知道，还狠狠骂了我一顿。婶子反对你打猎？不是反对打猎本身，是因为我姥爷。我姥爷原本也是厉害炮手，后来在山里不小心踩中别人放了很久的捕兽夹，脚筋断了，落下终身残疾。这么说，我带你进山打猎，婶子心里肯定怪我吧？没有，我妈是同意的。家里弟弟妹妹要念书，我爸身子也不好，我是长子，不想办法撑起这个家，打猎来钱快些，我妈也是没办法，默许了。其实要是我找，半天就能给你弄一只飞龙。我信。你还真信啊？当然信。陈云哥你这么厉害，找一只小小的飞龙，不就是小菜一碟？陈云哥，你到底有啥诀窍，能半天找到飞龙？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不就是一只盘旋的老愣吗？那你说，老愣靠吃啥过活？抓蛇、抓兔子、抓鸟啊。飞龙也是老乐喜欢吃的鸟。你当时要是想到这一点，抬头看看老乐在哪盘旋，也不至于在林子里转一天，连根飞龙毛都找不到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打猎是门学问，光有力气和枪不行，得用这儿，也得用这儿。知道这些，不是让你见什么打什么。山里讨生活讲规矩，该留的要留，不能断了山里的根。云哥，我懂了。走吧，收风去。这熟悉的大山，原来藏着这么多我从未真正读懂的秘密。黑风不能硬来，动作越急越容易出事。你记住，以后没老手带着，千万别碰。记住了。陈云哥，你这胆子和手法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山里活计靠的不是胆大，是稳，越危险越得慢。今天进山，我感觉比练枪还长见识。山里有山里的规矩，你要真想吃这碗饭，先学会敬畏，再学本事。我一定好好学。想什么呢？我以前总觉得打猎就是枪准、胆大、腿快，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每个标记、每个鸟叫、每片脚印里都有学问。你能明白这个，就算没白来。看见没？狗能提醒你，但最后判断还得靠自己。陈云哥，以后我跟你进山，不会再想着逞能了。记住今天这句话，山不会跟人讲情面，出事往往就一瞬间。我记住了。当家的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今天还顺利。姐夫，你看这个商标绣的怎么样？不错，针脚密，图案也正。大家手艺都不错，就是怕5天赶不出100双。质量第一，宁可少一点，也不能糊弄。陈云哥，这些手套都要卖到冰市去。不只是卖货，更是给白狐织衣厂打平时。孙艳红家做了8双，李婶家做了6双，王嫂子家做了5双。记得很清楚，以后厂里的账也得这么清楚。姐现在越来越像管账的了。我就是怕弄错了，亏了大家工钱。这样最好。做生意账清楚，人心才稳。原来山里的兔皮到了陈云哥手里，也能变成城里人抢着买的好东西。大家别急，针脚要密，皮毛方向要顺，工钱按件算，做得好还有奖励。雪梅妹子放心，大家都知道这是给陈云家的大事儿，也给咱们挣点实在钱。这活儿比下地轻省，还能补贴家用，谁不愿意干？商标按这个位置绣，别歪了。只要路子打开，不光我家能挣钱，屯里这些手巧的妇女也能多一份进项。当家的，你看这样安排成吗？
很好，以后这类活计还得多交给你来管。我怕管不好。你已经管得很好了。大家辛苦了，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。好。歇一会儿，别把眼睛熬坏了。快好了，就剩几双。姐夫，这可比背书还费眼睛。等这批货卖出去，给你们都买点好东西。真的？真的。成了。它本来就该是城里货，只要质量好，谁也不能说咱们山里人做不出好东西。陈云哥，咱们现在就去供销社。走，现款现货，一分都不能少。陈云兄弟，可算来了，货带来了吧？带来了，哥，您过目。这做工可以啊，比我想的还好。这上面怎么还有个标？白狐制衣厂组织生产，自然打白狐的标。合同里没写不许带标吧？货真价实，数量够，质量好，该结钱了。结，当然结。100双，5块一双，一共500块。你点点。数目没错。陈云兄弟，后面的货还是老规矩，按我们实际能做出的数量来，现款现货，不签捆人的合同。好说，好说。还有，转告单老板，白狐的货质量只会越来越好，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就拿正经生意来比。陈云哥，500块，这可是500块啊！这只是第一步，钱重要，名声更重要。名声？等这些主天进了冰室，被人看见白狐的标，就会有人记住白狐制衣厂。只要第一批货卖得好，单顺伯花的钱就成了替我们铺路的。陈云哥，你这是让他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是他先想坑我，我不过是守着规矩，把路走活了。白狐制衣厂这块招牌，从今天起，算是真正迈出了第一步。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不就是一只盘旋的老乐吗？那你说说，这老愣靠吃啥过活？抓蛇、抓兔子、抓鸟呗。飞龙也是老愣喜欢吃的鸟。你当时要是抬头看看老愣在哪儿挑选，也不至于在林子里转悠一天，连根飞龙的毛都找不到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！打猎是门学问，光有力气不行。就算猎物真在你眼前蹦跶，你不懂它的路数，它也跟隐身了一样。想要有好收获，得靠细心观察，耐力等待，摸透了野物的脾气，把这些本事变成自己骨子里的东西。云哥，我懂了。快接着，直接吃。真甜，太香了。哎呦，脸色不对，若说是风毒过敏，在山里会出人命的。别动，千万别乱动！毒囊像注射器，直接拔会加速毒液注入，得刮掉。除了疼，有没有胸闷、气喘、头晕？好疼，就是嘴疼，胸口倒是不闷。去旁边用冷水多洗几遍。这地方不能久留，去隔壁山头把剩下2窝收了，立刻回屯子。怎么了？有东西？别紧张，是有人在赶账。赶账？
陈云哥，动静这么大，肯定是在围大货，咱们悄悄摸过去看看热闹。上树，别惊了人家的场子。李虎，这就是你说的老炮手带队？不是老炮手，是秀水屯的人，估计是偶然发现了这群狍子，拉了整个屯子的人来凑热闹。不过陈云哥，这么多人围几只狍子，应该稳拿把转了吧？好手对付狍子都是一人一枪，真正的赶仗是用来对付马路野猪的。15、16个人对付这7、8只狍子，准备的倒是挺足，但那些陷阱太粗糙，山里用这玩意儿最容易误伤自己人，领头的是个半吊子。没什么好看的了，走吧。陈云哥，再等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看看他们最后能抓到几只。那你看着吧，注意安全。看完自己回来，我先回去收风了。快躲开！马鹿，看体型至少200公斤，是正直壮年的雄鹿。鹿茸、鹿鞭、鹿心、鹿血。刚才他头顶那对20-30公分的出生角是正宗的砍鹿茸，这大家伙极其机警，角叉和蹄子更是致命武器。秀水屯这群人根本拦不住他。陈云哥，是鹿，好大的鹿！陈云哥，咱们追不追？别急，这么大的鹿，要是跑远了就可惜了。追鹿不是追兔子，你眼睛还肿着，进深山一步错就是要命。那就眼睁睁看他跑。猎人先保命，再谈猎物。我考虑一下，带着状态不佳的李虎猎鹿，风险太大，看看还能不能惊出别的大货。对付几只狍子用这东西，真是小题大做。走了，收风去。那鹿是真大呀，越大的东西越不能急，急了容易把命搭进去。我知道。今天先把风收完，其他事儿回去再说。陈云哥，又被蛰了。没事儿，小毒。你说的轻巧，我这脸都快不是我的了。所以你更得长记性，山里的小东西也不能轻视。记住了。看来去年冬天没熬过去，饿死冻死狗。不过现在蜜源足，这群蜂虽然弱，不分蜂正好能全心全意采蜜。陈云哥，要是你愿意出手，肯定能把那只马鹿给打回来。怎么了？还对那只马鹿不死心？想打？想，肯定想啊！我还没打过像样的大型猎物呢。马鹿这种大货，我也就在别的屯子见过老抄手扛回来过。那鹿茸，那身价，明明都看到了，就这么让他跑了，太可惜了。就你现在这样，眼睛都睁不开，说话都漏风，还不死心？陈云哥，你又取笑我。打猎靠的是眼力和枪法，又不是靠嘴皮子。我一只眼睛也能瞄得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进了追踪马鹿的深山老林，随时都可能碰到野猪、黑匣子，甚至是被惊扰后反过来攻击的母鹿。你一只眼睛，视野窄了至少1/4。面对这些危险的凶兽，关键时候判断失误了怎么办？视线死角里扑出来的东西，你来得及反应吗？你有几条命可以拿来重新开始？今天回去后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过来找我。陈云哥，明天过来干啥？收风吗？另外那2群蜂不是在屯子东边吗？明天你要是好了，我带你打那头马鹿。真的吗？你应该是说笑的吧？我这眼睛明天肯定好不了。你的眼睛我看了，问题不大。早上被蛰的，现在红肿已经开始消下去一些了。休息一晚，估计明天一早醒来
就算不能完全恢复，正常试试肯定没题。我就知道陈云哥你不会放过那头马鹿。当时在树上，你眼睛看着马鹿跑掉的方向，都冒着光嘞，跟看到宝贝似的。这小子平日看着憨，观察力居然这么敏锐。他有恒星又有悟性，张炮因为他3天没打到飞龙就不收徒，恐怕真是错过了一个极有潜力的好苗子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次进山追踪的马鹿不同以往，那家伙机警得很，活动范围也大，很有可能要在山里面过夜，花费的时间不短。你必须跟你娘说清楚，征得她同意。她要是不答应，你明天也就不要来了。陈云哥，你放心，我回去后就跟我妈好好说，她一定会同意的。陈云哥，咱们快回去吧。你有那么急吗？天还没黑呢。我得赶紧回家做饭去，等我妈和我妹回来就能吃上热乎的。吃完饭我还得早点睡，养足精神。这小子知道主动干活去讨好他娘了。不过山里危险，他娘恐怕没那么容易松口。无论他来不来，这只马鹿我定要拿下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春猎宏伟，鹿茸、鹿鞭，抵得上打好几天的林香猎物。雪梅，那些绣好标示的大概有多少双了？大概有100多双了，我还没细数。行，等我这趟从山里回来，就拉去供销社找廖主任谈谈。剩下的你先停下来别绣了，防止这个廖主任临时变卦不修货，压太多在手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当家的，这次要在山里过夜吗？不一定，得看马路往哪儿走。那你多带点干粮，别逞强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瓷实多了，有了这些，弹弓的威力定能再上一个台阶。你再睡会儿，我去蒸就行。你每天活多又睡得晚，多歇歇。当家的，不要这么说，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我知道，所以更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那你进山也要小心，别让我在家担心。天黑路滑，我会慢着走。馒头我昨晚醒好的面，你别忘了多蒸几个。知道，给你男人留点脸面，蒸馒头我还是会的。陈云哥，你还在家吗？在的。还好，还好，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。天还黑着，路看不清楚，总要等天亮些。婶子，李虎跟我进山打马路的事儿，他都跟您说清楚了吧？这一去可能要在山里过夜，会有一定的风险。说过了，昨晚吃饭时说过了。陈云，麻烦你多照看着点他。您放心，我会的。虎子，你在山里听你陈云哥的话，别逞能。娘，我知道。别光嘴上知道，真遇事儿要记心里。我一定记着。再吃点儿。陈云哥，你这馒头做的太好了。这次进山情况难料，小狗留家看门，只带大黑。昨天马拉是从秀水屯设伏的地方冲出来的，绝不能走那边。那些人很可能故意留下未拆的陷阱机关。一头200多公斤的良鹿，足迹、啃食的痕迹和蹭在树干上的毛发极为明显。有大黑辅助，找到它绝对不难。陈云哥，这大家伙真能跑。马路耐力好，受降之后一口气能翻好几道梁子。那咱们还能追上吗？他得喝水，也得吃草。只要痕迹不断，就跑不出大黑的鼻子。大黑
黑真是神了！别光顾夸狗，脚下你看着点。陈云哥，你看这蹄印又多又乱，还有这草，这头马鹿应该在这里停留了不短的时间，喝了水，还饱餐了一顿。大黑给了方位，马路过河了，在对岸那边。再往里面走，可就是牛头山了。那边林子更深，听说大昌口也多。我们要过河吗？怎么，这就想打退堂鼓了？难道你是旱伢子，不会游泳？怎么可能？这水下的暗流有点急，好在以前武装拥土练得多，这点负重不算什么。李虎，加把劲儿，快点儿！我竟然连狗都比不了。这次是我大意了，下次我一定能赢过你们。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，我身上可比你多带了一把斧头，这双管猎枪也比你的单筒重不少。在水里，多1斤重量就多10分力气。你还有勇气想下次再比？活动一下，别真冻坏了。你小子还没娶媳妇呢，这要是冻得不中用了，那亏可就吃大了。你走。找到了。有人抢先一步了。李虎，有猎人走在我们前面了，就一个人，没带狗。不会被抢先得手了吧？都追到这里了，怎么能不看个究竟就回去？那岂不是白挨冻了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人家打了树皮华夏的猎场，像这种追踪打马路，凭的是各自的本事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我倒是要看看是哪路高手有这个胆色和能耐。那咱们跟进点儿，跟可以别乱开枪，也别抢人家已经上手的猎物。规矩我懂，懂就好。山里坏了规矩，比空手回去还丢人。看来马路就在前面山沟里了。那我们还打吗？硬抢不行，咱们绕到那边，找个高点的能看清山沟情况的地方，远远看着。要是那位猎手本事高，成功打到了马路，那咱们就当看个热闹，然后死心回去。要是马路命不该鸾，侥幸逃脱了，那咱们再追上去，机会就还是我们的。也只能这样了。陈云哥，是2只，一公一母，那人肯定在盯着公鹿，等他开枪打了公鹿，母鹿肯定会受惊逃窜。我们是不是可以下去堵在母鹿可能逃跑的方向？所有适合埋伏的位置都没人，以公鹿现在的状态，早该是极佳的射击距离了。你先别急着想打哪只，我问你，你找到那个猎人藏在哪里了吗？真的没找到。陈云哥，你说他会藏在哪里？难道钻地底下了不成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那头雌鹿就是那个猎人。什么？陈云哥，你不会看错了吧？这明明就是一头母马鹿啊！你知道有一种猎人是通过精心伪装混入猎物群中进行捕猎的吗？陈云哥，你是说那人伪装成了雌鹿？没错，这是极高明的狩猎技巧，
猎人宰杀马鹿后，将整张鹿皮完整剥下，特殊处理，需要时披在身上，手脚套上仿制鹿蹄，模仿鹿的姿势趴卧。技艺高超的鄂伦托老猎人甚至能混进鹿群，还能模仿叫声吸引猎物。我刚开始也只是猜测，周围适合埋伏的点都没人。那头雌鹿趴着的位置虽然隐蔽不好，却能吸引公鹿并方便自己观察。再加上我一直没找到第3个活物的踪迹，所以大胆推测，这头雌鹿就是猎人伪装的。不过这种法子极危险，不是老手千万不能碰，弄不好会被猎物反杀，也可能被别人误伤。怪不得你刚才说不能乱开枪。前世见过鄂伦初老猎人用这招，可惜这需要极高天赋，我一直没学会，而且风险太大，弄不好会被别的猎人当真猎物一枪撂倒。走，我们再稍微靠近一点，看得更清楚些。都这么近了，他为什么还不动手开枪？猎物已经进入最佳射程，情绪也被调动起来，警惕性降低。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不对，他不是要开枪，那他想干啥？他想活擒。人能拧得过马路？拧不过就是找死。那咱们要不要提醒他？现在出声，公路受惊乱冲，他死得更快。不好！他现在情况十分危急，得立刻想办法救他。爷们儿，你咋样？伤得重不重？应该还死不了。你不是高叔吗？青山屯的高寒高叔。我老爷是陈明，你认识我吗？我是李虎啊。原来是陈明书的外孙李虎。你老爷他身子骨还硬朗吗？老爷他挺好的。陈云哥，高叔是青山屯的，跟我老爷家是旧识，论起来还是我表哥呢。他日制皮草的手艺是咱们这儿一绝，特别擅长缝制苏恩。苏恩那是用狍子皮精心缝制成的袍子。前世师傅的儿子去云南做大宗交易，那批顶级的东北山货里就有几件苏恩。那趟凶险的行程导致了后来与亡命徒交火，我身中数枪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精通此号的手艺人。李虎，要不你留在这里照看高叔，我去追那头马鹿。那个兄弟，打到了马鹿，肉能不能分一点给我？我只要点肉，其他啥也不要。可以，你就在这里休息，别乱动，我们很快回来。多谢兄弟，快去吧，别让路跑远了。李虎，我们走。爷们儿，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。这头马鹿是昨天被秀水屯的人赶仗惊出来的，我们俩是一路从河那边追踪过来的。看到你先上了手，我们就在旁边看着，没想跟你抢。刚才在树上差点把你当成了真马鹿，也是见你被鹿顶的危险，我们才不得已开枪。这里没有捡你便宜、抢你猎物的意思。我知道，刚才的情形我自己清楚，要不是你们及时开枪，我这条命今天肯定就交代在这头畜生的蹄子下了。今天这马鹿是我自己本事不济，没能擒住，反而差点被他杀了。他理应是你们的，我只要些肉，能撑过这段日子就行。倒是个明事理、懂规矩的汉子。爷们儿，我看你也是经验丰富的猎人，怎么会？难道你来这牛头山深处追踪马鹿，连一把普通工具武器都不带，就披着一张鹿皮只身前来？哪里是没带，是都丢了呀！前几天
我和3个伙伴一起进山，原本是想打几只狍子，晚上就在山里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宿营。谁想到到了后半夜，老虎竟然摸了过来！老虎，大爪子！那家伙来的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等守夜的猎狗叫起来，已经晚了。我们养的那条最好的头狗，一个照面就被老虎给咬断了脖子。大晚上的林子黢黑，我们根本看不清，只能胡乱提着枪，一边拼命放枪恐吓，一边没命的逃跑。子弹很快就打光了，慌不择路，哪里还顾得上拿东西？可就这样，我那两位兄弟还是没能跑掉。我听见了他们的惨叫声。枪倒是带回来了，可没了子弹，这东西连烧火棍都不如。倒是这张马鹿皮，是我那受伤的弟弟拼死带出来的。吃过人的老虎很危险啊，那你打算把这事儿报告给上边吗？报告肯定要报告，我会下山找人，但我一定要亲手带着人杀了那头畜生。我的2个兄弟都折在他嘴里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深山里面太危险了，尤其是经历过这种事，以后还是尽量少在深山里面留宿吧。我知道了。高爷们儿，你常年在这片山里跑，认识一个叫一南的爷们儿吗？大概20几岁年纪。一南兄弟，我知道他，前段时间还在2道白河那边碰过面，一起喝过酒。不过他是个鄂伦昌人，居无定所，跟着寿季和季节走。现在这个点儿，我也不知道他游猎到哪儿去了。师傅竟然是鄂伦吞人，当年我认识他时，他已定居嘉营县。看来这一世想提前找到他，没那么容易了。要是以后有机会，或许可以去嘉营县那边看看，那边珍贵小动物多，或许能有缘分遇见年轻时的师傅。2位兄弟，去我暂时落脚的营地歇歇吧。高爷们儿，你伤得不轻，需要静养，我们就不去打扰了。我们这就往回走了，你多保重。高叔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放心，我缓缓就回营地。别硬撑，路上慢点，真不行就先在这儿等，别逞能。我记住了。眼下确实没人看得上这麝鼠皮，现在正是囤积的好时候。李虎，记住哥的话，这水耗子皮以后肯定会升值，遇见了就别放过。皮子剥好消制一下，好好存着，亏不了。这玩意儿真能值钱？现在没人识货，不代表以后没人要。那我以后看见了也留着。留归留，别贪多。今晚就在营地附近转转，不往深处走。明白，够用就行。陈云哥，让我试试。哎，又没中。大黑这不是在提示猎物，是在警告有人靠近。这位张安炮8成也是冲着马路来的，眼见猎物成了别人的囊中之物，心里肯定不痛快。他刚才看咱们的眼神不太对。正常，山里碰到同路猎人，谁都会多看2眼。他不会盯上咱们的鹿肉吧？真有本事的人不会明抢，真想占便宜的人也不敢在这儿动手。那咱们还在这儿过夜吗？我们往这边走。今晚还能加餐？小点声，别把不该招的东西招来。知道了。行啊，虎子，准备的挺周全。我姥爷以前也是这样，出门带点盐酱，烤肉香。陈云哥，你这一身打猎的本事到底是从哪儿学的？以前也没见你这么厉害啊！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？就是觉得，陈云哥你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。那会儿你只喜欢打牌喝酒，也没跟老夫妇学过艺。可现在，你这手弹弓、下套子认踪迹，比老猎人都强。打猎可比打牌喝酒有意思多了。人啊，总有犯浑的时候。我以前是不像话，可现在总得行子儿不是，总不能让你嫂子一直跟着我过那稀碎的日子。
是个爷们儿就得把这个家撑起来。这打猎的门道，多看多问多琢磨，慢慢也就会了。那你以后会一直打猎吗？应该不会，我估摸着以后政策说不定会有变化，不会让咱们一直这么在山里打猎。我不是在冰市那边承包了一家制衣厂吗？估计以后重策得往做生意上靠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收山货，这个我倒是熟。睡吧，明天还得赶路。怎么了，陈云哥？是不是大爪子过来了？没事儿，不是大爪子，你接着睡，我起来添点柴火。老人们常说黄鼠狼拜月，没想到真能看见这种直立警觉的样子。大晚上的，绝不可能贸然渡河去追踪。你咋不叫我？还是你带的这掺了蜂蜜的馒头好吃。我看你睡得沉，想着昨天累了一天，就让你多睡会儿。陈云哥，快吃，吃饱了好赶路。昨晚睡得咋样？睡得挺香，就是梦里还在游河，冻得我直哆嗦。那今天走快点，活动开就不冷了。行，回家以后我娘肯定得吓一跳。别光顾着显摆，先把人哄安心。李虎，你能看出这些是啥脚印吗？我看不出来。是梅花鹿，这东西可比槽子机警多了，也少见得多。梅花鹿？那你再看看，从这些脚印看，这群梅花鹿大概有几只？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几个脚印大，而且前面尖，像是公鹿的。这些相对小巧圆润的，应该是母鹿的。看这数量，好像有1头公鹿，2头母鹿，还有些特别脚印，估计是小鹿崽。眼力有长进。那再看看，今天早上刚刚到这里喝过水的有几只梅花鹿，能看出来吗？这个简单，看这刚留下的脚印，清晰得很，水迹还没完全干高呢。是一只公鹿和一只母鹿，它们应该刚离开不久。说得对，而且你看这母鹿的步态，后蹄落地的位置有时会微微向外撇，带着点拖泥带水的感觉，不像未怀孕的母鹿那么轻灵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只母鹿应该是怀了鹿胎的。怀了鹿胎？这你都能从脚印上看出来？怎么不信？那我带你亲眼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陈云哥，我们先打哪一只？这还用问？当然是那只公鹿。公鹿有鹿茸、鹿鞭、鹿心血、鹿筋、鹿蹄，浑身上下都是宝贝。那只怀孕的母鹿呢？打不打？算了，怀了崽的母兽放过吧。咱们狩猎也得讲点规矩，不能断了根。陈云哥，你还真讲究。山里的东西不是今天才有，也不能今天就打绝。想靠山吃饭，就得给山留口气。我记住了。走。这是一块盐碱地，这水潭和盐碱地简直是野兽天然的盐场，绝对是狩猎的绝佳地点。有人！走，回家。这梅花鹿不打了啊！陈云哥，为啥呀？那张炮说不定是追别的猎物呢。糊涂！你没看见张炮那样子吗？连他这样的老抛手，带着5条狗，都放弃了近在眼前的梅花鹿，急匆匆往回赶，肯定是撞见什么惹不起的大家伙了。咱们身上带着马鹿肉，血腥味最容易招猛兽，要是碰上大爪子，咱俩的小命都得交代在这儿。快走！大爪子！别问了，别犹豫，走！真是大爪子！别回头，跑！陈云哥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还去打猎吗？先休息一下，等我消息。行，我听你的。回去先别跟你娘说太吓人，省得她担心。我这腿现在还软着呢。软着也得走回去。
当家的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可担心死我了。你这不是一晚上没睡好吧？就为我在山里住了一宿。你在那深山老林里过夜，我怎么能睡得着？我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？你说的容易，我在家听见一点风声都怕。陈云、雪梅回来了，看看，这是俺这2天弄的灰狗子皮，还有采的些草药，品相都好着呢。当家的，家里收的草药和皮毛已经不少了，堆着也是占地方。明天咱俩一起去趟宜春，把这些东西卖掉吧。行，正好我也想去供销社一趟。姐夫，你平安回来就好。对了，昨天我路过石头叔家，看见婶子脸色很不好看，蜡黄蜡黄的，走路都弯着腰，我看多半是生病了。李叔没去找赵朱叔国赵叔给看看吗？找了的，赵叔给开了中药，我路过时闻着味儿了，他家院子里飘着一股药味儿。姐夫，你过去多问2句，婶子那人怕花钱，难受也不一定说。我知道。婶子，您这是煎的什么药？身子骨不舒服了？是陈云啊，谢谢你过来看我这老婆子，还送这么多肉，这鹿肉金贵，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快拿回去。婶子，您就安心留着吃，补补身子。前阵子石头兄弟跟我说了，想留在省城我承包的那个制衣厂干活，等这阵子厂里忙完了开头，我一定让他抽空回来看您。陈云啊，石头他上次进山伤了身子，落下病根，重活是干不了了，地里的活也指望不上他多少。要不是你心善，让他去制衣厂有个正经活计，我真不知道他以后该咋办。婶子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你这是在照顾我们家石头，这份情婶子记在心里了。婶子，石头是我兄弟，能拉一把我肯定拉一把。你是好孩子。婶子，您先别说这些，身子要紧。您这到底是喝的什么药？这熬出来的药汤如此清澈见底，原来是反复熬煮过的旧药渣。婶子，这怎么能行？药渣子熬了又熬，跟喝清水没啥区别了。您要是身子不舒服，可不能这么硬扛着。我让海霞去宜春的药铺给您抓几副新药回来吃吃看，对症才能下药啊。都是老毛病了，气管上的事儿，年年冬天都这样，开春就好了。你别担心我，上了年纪谁还没点毛病？你忙你的，进山打猎累人，快回去歇着吧，我自己能行。那怎么成？李石头是我打小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他现在不在家，我肯定得替他照顾好您。您要是不想麻烦别人，那让海霞先给您瞧瞧，他跟着赵叔也认得不少草药，要是他觉得不行，咱们立刻就去宜春医院，可不能耽搁。不去医院，花那冤枉钱干啥？婶子，您别激动，先坐下，慢慢说。婶子，婶子，你醒醒！姐夫，婶子这是怎么了？海霞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给婶子看看。瞳孔有些散大，呼吸很弱。姐夫，先把婶子放平躺着。婶子，您感觉怎么样？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姐夫，婶子这情况太不稳定了，像是旧疾急性发作，不能再拖了。这村里的条件有限，得赶紧送到宜春医院去看看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看这情形比想象的严重，我这就去周正秋家借板车。姐夫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如果需要住院，我留下来陪床照顾婶子。姐姐家里一摊子事已经够操心了，我陪着正好，也不会耽误我复习功课。好。婶子，您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婶子，您渴不渴？要不要喝点水？海霞，撑得住吗？前面过了坡就快了。姐夫，我能撑住。婶子也撑住。准备一下，先给病人吸氧，再用些舒张支气管和缓解心衰的药物。医生，我婶子她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情况不太好，老太太本身有很严重的慢性肺病，看样子拖了很久，一直没有得到规范治疗，现在出现了急性加重，并且可能已经影响到了心脏功能。我们这里条件有限，只能做一些紧急处理。我建议你们还是尽快带她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系统检查治疗，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否则下次发作可能就很危险。医生，那现在能转吗？先把这一针稳住，今晚观察一下，如果氧气吸上后情况平稳，明早尽快转去省城。好，我们听医生的。好的，医生，我们明白了，谢谢您。姐夫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能再耽搁了，明天一早
我就带婶子去省城医院。那钱呢？省城医院肯定要花不少。没事，明天我们直接把那批草药和做好的野兔毛手套卖给廖元收，先换出钱来给婶子垫上医药费。姐夫，那你快先回家吧，姐姐在家一定等急了。今晚我就在这里陪床，随时照看着婶子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婶子有事的。姐夫，你快回去吧。你要是不在家，我姐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惦记，晚上准睡不着。你不在家这些天，我常见她屋里的灯亮到半夜，她就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做手套。我劝她这样太费眼睛，她也不听，说是多做一双手套就能多换点钱。你们姐妹俩真是一个比一个有主意，一个比一个倔。行，那我先回去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这些你拿着，万一医院晚上需要交什么费用，别耽误，直接付了。我知道。有事就找医生护士，别一个人硬扛。姐夫，你放心。当家的，你回来了。李家婶子怎么样了？情况暂时稳住了，今晚先在医院住下观察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做这个？一双手套能卖5块钱呢，我做一双就是5块。你手怎么了？我看看。不碍事的，就是不小心让针扎了一下。当家的，婶子真没事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是肺上的老毛病，这次发作的厉害。镇上的医生说情况不太理想，建议尽快去省城大医院仔细查查，好好治。我打算明天就把家里收的草药和这些兔毛手套都卖给廖主任，先换钱给婶子治病要紧。好，应该的。可你也不能这样熬眼睛。能多做一双是一双，手里多点钱，心里就多点底。以后这种事咱们一起扛，不准你一个人硬撑。知道了，当家的。陈云啊，你这批货成色不错，还是按老价钱。喏，这是624块钱，我给你凑个整。下一批货记得多准备点，最好能1周交一次货，我这边的需求大着呢。成，廖主任，我尽量。你这手套做得不错，往后肯定好卖。那还得您多多照领，互相帮衬，互相帮衬。当家的，怎么样？卖了吗？卖了。雪梅，等会儿我直接去医院接上婶子，就去省城。你和海霞就先回家吧，家里的事儿还得你操持。那怎么行？你一个人带着生病的婶子去省城，路上怎么照顾得过来？到了地方，石头兄弟肯定要忙着照顾他娘，跑前跑后的事情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扛。让我陪你一起去吧，我在那儿好歹能帮你们做饭、洗洗衣服，搭把手照应一下。你看，我东西都带上了。当家的，你就让我去吧，家里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，让海霞回去通知继续做手套的乡亲们，再把家里照看一下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好，那咱们一起去。姐姐、姐夫，你们来了。婶子后半夜睡得还算安稳。姐夫，今天就带婶子去省城吗？医生的建议不能拖，越快越好。你姐和我一块儿去，路上有个照应。这2天你就待在家里，通知乡亲们兔毛手套照常做。另外再跟大家说一声，最近谁也不准私自进山。我明白，姐夫你放心。海霞，你熬了一夜，回去先睡一觉。我不困，等把你们送上车我再回去。家里门户看好，有事找李虎，不要自己硬撑。知道了。姐、姐夫，路上一定小心。海霞，家里就交给你了。门户看好，有事去找李虎，别自己硬扛。我知道，你们放心。肩上的担子似乎又沉了几分。当家的，婶子这样颠着会不会难受？我抱稳些，到了省城就好。她这病拖得太久了，所以不能再拖。到了省城先住院系统治疗，听医生安排。只要能治，花多少钱都得治。钱的事有我，你别操心。媳妇儿，这2天辛苦你了。我刚问过医生了，婶子这病需要先静养几天，用些药看看情况，等身体指标稳定一些再做进一步检查。咱们得有点耐心。当家的，婶子这命也是真苦，我估摸着这病肯定不是1天2天了，怕是难受了很久，一直硬扛着，舍不得花钱看，才拖成现在这样。石头兄弟那边他还不知道吧？要不要告诉他？肯定得告诉他，母亲病成这样，儿子必须在身边，这是为人子的本分。娘病了，儿子肯定要尽孝的。
当家的你也快吃，吃完你就去忙厂里的事吧，医院这边有我就够了，你放心。好，那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哎，陈云哥，你过来了。怎么了？没睡好，脸色这么差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前几天晚上总有些不相干的人在厂子外面转悠，我怕他们捣乱，守着没敢睡太沉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消停多了。陈云哥，有我在，你放心吧，肯定看好厂子。石头，有个事儿要跟你说，你娘来省城了，现在在医院里，你去看看吧。陈云哥，我娘她咋了？她咋来省城了？出啥事儿了？医生说是肺部旧疾急性加注，得住院系统治疗，等情况稳定后再做进一步检查。谢谢哥，要不是你发现送我娘来医院，我娘她……要是我像陈云哥这么有本事能赚钱，娘也不至于把病拖到这地步。石头性子憨直，家里条件又不好，也真是够命苦的。希望这次能顺利度过难关。石头，别慌，没事的。医生说发现的还算及时，先住院用药观察，等情况稳定了，再看后面怎么治。陈云哥，真的能好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嫂子现在在医院陪着呢，你别愣着了，赶紧过去看看婶子。她这会儿最想见到的肯定是你。我这就……等等，把眼泪擦干净，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让婶子看见了，她心里更难受，还怎么安心养病？打起精神来，见了婶子，好好跟她说，你在这里上班，1个月能挣100块钱，告诉她住院治病的钱你负担得起，让她什么都别想，就安心把病治好，这才是你现在该做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陈云哥，我这就去医院。陈厂长，您回来了，这批样衣的版型，再有几天就能全部打出来了，到时候哪里不合适，我们还可以随时调整。老方，最近单顺伯那边没再过来找麻烦吧？前几天还派了些二溜子在厂子附近转悠，被石头凶悍的吓唬走了。说来也怪，这2天倒是挺消停的，没什么动静，反而让人觉得有点反常。越反常越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夜里已经安排人轮流巡场了，发现可疑人别硬碰。明白，咱们现在做正经生意，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。老方，眼下这厂里的员工，你都摸过底信得过吗？这个节骨眼上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陈厂长，放心，这一点我早就考虑到了。现在招进来的基本都是以前厂子里的老员工，技术过硬，人也实在。当初我承包这制衣厂的时候，单顺伯暗中使绊子，出钱鼓动人闹事，想逼我放弃。就是这些老伙计一直站在我这边，支持我把厂子办下去，他们都是信得过的自己人。那就好。老方，你最近在市面上有没有看到哪个店铺在卖兔毛手套？兔毛手套？陈厂长，现在才5月份，天气都转暖了，谁家店铺会在这个时候卖冬用的兔毛手套？您问这个干什么？因为我得到消息，单顺伯最近暗中收购了一批兔毛手套。按理说，他既然收了货，总该在市面上铺开才对。陈厂长，您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单顺伯这人做事向来隐秘，每次出新货或者有什么大动作，一点风声都不会提前透出来。因为我卖给了他100多双兔毛手套。什么？您还卖兔毛手套给他？您不是猎人吗？就算您本事再大，一个人也不可能打到那么多兔子，凑出这么多皮子啊！老方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一个人当然没那本事，可我那儿背靠着大兴安岭，10里8乡的猎户，村民多了去了，家里收山货，兔子皮自然也不少。我不过是把零散的兔皮收拢起来罢了。那兔毛手套也是您找人加工的？我让屯里的妇女们帮忙加工，付给他们肉、粮食或者现钱，算是给乡亲们添个进项。陈厂长，您这路子真是绝了。我估计单顺伯收这批手套，主要目标不是国内市场，很可能是想卖给北边毛兄那边的人。他们那边天冷，需求大，这真是英雄所见魅同。方祝同确实是个有想法、有本事的人，要不是单顺伯从中作梗，或许这制衣厂还真轮不到自己来承包。不过兵市这边现在也有不少私人开的店铺在卖皮衣，竞争也不小。我知道，我去看过那些店，他们主要做的是貂皮、狐皮这类珍稀毛毛，做的大多是昂贵的大衣，专门卖给那些不差钱的主工。一件大衣纵折几百块，普通家庭哪能消费得起？可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普通老百姓终究是占大多数的。我们如果做实惠耐用的兔皮衣、羊皮衣，面向普通人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。陈厂长，您说的在理，可我们现在资金有限，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把第一批普通服装的货顺利卖出去，回笼资金，才能进行下一步啊。老方，时不我待啊！单顺伯显然已经在皮货这方面开始布局了，他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，绝不是蠢人。如果不赚钱，他怎么会下订单让人在宜春那边大量收购兔毛手套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抢先占领市场，
赚得盆满钵满。做生意也要讲究审时度势，讲究一个快字，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，让他没工夫再来给我们捣乱。还是陈厂长您有想法，脑袋转得快，这一点我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。到时候我们也卖兔毛手套，他肯定会反咬一口，说我们故意仿制他们的产品来找麻烦。这个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想到了应对的办法。高，陈厂长，您这招实在是高，您竟然连这点都考虑到了。单顺伯要是知道了，非得气得吐血不可。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，把我们白屋制衣厂的商标申请手续先递上去，哪怕暂时拿不到正式证书，也要先拿到受理凭证和盖章证明。有了自己的牌子，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马上就去办。这图标画的挺不错的，简洁又醒目。陈厂长，我一直想问你，咱们这批衣服的新款式，您找的是哪里的设计师？我看过打出来的样衣，款式确实新颖，跟市面上那些老样子很不一样。是我小姨子闲来无事画的几张图。您小姨子？陈厂长，既然您小姨子有这么好的天赋和能力，不如直接请她来咱们制衣厂上班好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信得过，也能发挥她的长处。老方，她的志向不在这上面，她心气高，以后想学医当医生，设计方面以后主要还是得靠孟鸿飞。不过她确实有设计天赋，要是能去学服装设计，将来前途一定不可限量啊！哎，可惜了。那我这就去找人问问。今年3月份刚出台了相关法，没想到咱们还赶了回潮流，这事儿必须早点定下来。先拿到受理凭证，到时候够他单顺伯喝一壶的。好，辛苦你了，尽快办妥。陈厂长，这些都是边角料，已经没啥用了，攒多了都是直接扔掉的。直接扔掉，太可惜了。陈厂长，您这是？这些我先拿到办公室去，或许有点用处。这么碎的布头也能用？布头小，用处未必小。这陈厂长看来是真不懂行啊，这些碎布头子还能有啥用？当抹布都嫌小嘞。估计是刚接手，看啥都新鲜，舍不得扔吧。先别急着笑，等做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请进。陈厂长，您怎么把这些搬回来了？这些边角料裁得太碎，已经没啥大用处了。怎么会没用？孟工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个想法，打算用这些边角料让厂里手巧的师傅们缝制成一些小布娃娃，到时候我们搞促销，买衣服就送一个同款布料的布娃娃，这样不仅能让我们的衣服显得更有价值，价格可以适当体现，还能让我们的牌子更让人记住。牌子？对，牌子，就是让别人一看到这个独特的布娃娃，就能立刻联想到我们白狐制衣厂的衣服，记住我们的名字。我们甚至可以给这些布娃娃每批做不同样式，说不定到时候真会有人为了凑齐喜欢的布娃娃而来买我们的衣服呢。陈厂长，这应该没有这样的人吧？为了个赠品布娃娃买衣服？有的。孟工，你别小看这些小玩意儿对某些人的吸引力，有时候一个别出心裁的赠品就能决定顾客选择谁家。只是现在卡在布娃娃的设计图上了，我想要的风格自己画不出来。陈厂长，我就是干这个的，您想做什么样的布娃娃？有什么要求跟我说，我来画。我想做一个兔子的造型，但不要那种写实的，一定要可爱，模样要精致小巧，线条圆润，眼睛要大而懵懂，最好能在兔子的一只耳朵边上画一个蓝色的蝴蝶结，增加一点俏皮和辨识度。明白？可爱萌趣，带蝴蝶结的兔子。孟工，这个感觉还是太生硬了，不够可爱。我们要的是那种让人一看就心里发软，想摸一摸的感觉。再萌一点，耳朵可以再软塌一点，表情要无辜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，终于通过了。陈厂长，您的要求可真不低，不过画出来看看，确实挺招人喜欢的。厂里有个叫郑娟的女工，手特别巧，缝纫功夫好，做这些小物件最拿手。我现在就去把她叫过来，让她先按这个图做一个样品看看效果。快去请她过来。娘，您就放100个心在医院住着，医生说了，您这病能治，钱的事儿您别操心。儿子我现在在制衣厂上班，1个月能挣100块钱呢，足够给您治病了，您就安心养着，啥都别想。石头啊，看到你现在有了正经工作，能立住了，娘这心里就踏实了，比吃啥药都管用。这一次真是多亏了陈云和他媳妇儿啊，娘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。娘，您别这么说，陈云哥和嫂子对咱们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呢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好好报答他们。还有海霞那孩子也是个好的，在宜春医院那晚守了我一夜，跑前跑后的都没合眼，可把人家孩子累坏了。婶子，您看您又说这些见外的话，现在最关键的是您把身体养好，
既然都来到省城大医院了，就安安心心听医生的。医生可嘱咐了，您这病最怕情绪波动，心情好了，病才好得快。哎，好，我不哭了。雪梅啊，你真是个好女人，能干又心善。我家石头啊，以后要是能娶上一个像你一样会明事理的媳妇，我就是闭眼也放心。娘，您这说的啥话？我现在就想着挣钱，成家不着急的。啥不着急？男人赚钱和娶媳妇儿又不冲突，难不成你还想打一辈子光棍儿？石头兄弟，婶子说的在理，遇到合适的姑娘就该主动点。这好姑娘啊，就像那山里的灵芝，你不赶紧去采，说不定就被别人采走了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不过婶子，您可得赶紧把身体养得棒棒的，这样才能亲眼看着石头兄弟把好媳妇娶进门，到时候还得帮他们带大胖孙子呢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得赶紧好起来，我得亲眼看着我家石头娶个好媳妇儿，将来呀，我还要给我孙子做虎头鞋、缝小棉袄呢。梦玲那丫头笑起来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暖和，我一定要在城里混出个人样来。要是真能娶到梦玲这样的好姑娘，这辈子也值了。你这眼圈怎么黑成这样？是不是晚上没睡好？我可跟你说，进了城，花世界诱惑多，你可不能学坏了，得对得起你娘对你的指望。嫂子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学坏，是制衣厂那边夜里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想来捣乱，我得守着，怕他们破坏机器或者偷东西，这才没睡好。啊，还有人捣乱？这姓单的也太坏了，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儿？石头，婶子这边暂时稳了，我守着。厂里那边也不能没人，你先回去给你陈云哥搭把手，他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。这边有空你再过来瞧瞧就行。嫂子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谢你和陈云哥。自家人说这些客气话干啥？快回去吧，顺便给你陈云哥带句话，就说婶子这边情况稳定，让他别担心，专心处理厂里的事儿。好，嫂子，那我走了。多亏了陈云哥，要是以前我哪有能力带娘来省城治病，这份恩情我只能用这辈子来回报了。哼，哟呵，小子，看着眼熟啊！那天晚上就是你拿着铁棍拦了我兄弟吧？你认错人了，还敢不承认？就是你！那天晚上你不是挺横吗？啊，招呼一声就喊来那么多纺织厂的保安撑腰，你不是放话说见我一次打一次吗？来啊！现在你再横一个给我看看！我说了，你认错人了，放开我！哼，把他弄到那边巷子里去，今天非得让他长长记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说，那个叫陈云的是哪里人？老家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说不说？敢拦我们的路，胆子不小啊！还是个硬骨头。再不说，今天让你爬着出去！别打了，我说，早这么识相不就完了？说，陈云是哪儿的？是。哎呦！敢耍我！人跑了，赶紧追！石头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婶子那边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路上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陈云哥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到底怎么了？石头，你这是钻哪个耗子洞去了？身上怎么这么脏？告诉我，谁干的？是那些夜里过来捣乱的人干的。你在医院外面碰到他们了？他们认出我了。那个带头的问陈云哥你家住在哪里，说是要找你。我当然不肯说，所以他们就对你下了狠手。好，很好，安排人去附近派出所报案，把石头被打的事说清楚，最好先带他去厂医那儿看看伤，明天补验伤证明。陈厂长，你现在去找单顺伯干什么？他这2天好不容易消停了点，李石头是我们厂的人，也是我兄弟，他不能白挨这顿打。那个指使手下行凶的，必须给个交代。陈云哥，别去，我没事的，真的就是挨了几下，不严重，养2天就好了。那单顺伯不是善茬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石头，你不用劝我，你身上的伤，哥都看在眼里。这件事不光是私人恩怨，也是他们在欺负我们厂。我们越躲，他们越以为我们好欺负。陈厂长，地址在这儿，可你先千万别同单顺伯硬来啊！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，再带2个工人，至少有个照应。你留在厂里，先照看石头，再安排人报案。我去见单顺伯，不是去打架，是去把话讲明白。
要是他的人先动手，我也不会站着挨打。那你一定别冲动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做正经生意就得用正当办法，把道理讲硬。石头，你回去好好休息，让厂里的卫生员给你看看伤。你放心，打你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我都会让他们付出该付的代价。谁呀？大晚上敲什么敲？告诉单顺伯，制衣厂的陈云来了。卖报！制衣厂厂长准备单挑冰室地头蛇啦！后续精彩，让我们期待下一季吧。